大家好，欢迎回来。本小节我们来学习输入捕获的代码部分哈。先看一下经验图，打开6-6的图片，看一下。上小节我们也说过，目前我们这个测量信号的输入引脚是 PA6， 信号从 PA6 进来，待测的 PWM 信号也是 STM32 自己生成的，输出引脚是 PA0， 所以接线这里直接用一根线把 PA0 引到 PA6 就行了。如果你有信号发生器的话，也可以设置成方波信号输出，高电频 3.3 伏低电频0伏，然后直接接到 PA6。另外也别忘了供地，这样接线也行。那这就是接线图。目前我们这两个代码的接线都是一样的哈，都是接一根线从 PA0 到 PA6。那看一下面包板，硬件电路这里直接找一根面包板飞线，一端接在 PA6， 另一端接在 PA0， 这样接线就完成了。然后回到工程文件夹开始写程序哈。目前我们要借用一下之前写好的 PWM 模块，以便生成待测信号啊。所以程序这里直接复制 6-3 PWM 驱动 LED 呼吸灯的代码，在这个工程的基础上写哈，改个名字叫 6-6 输入捕获模式测频率，打开工程。先编译一下哈。之前的这些代码先删掉。然后 PWM 模块这里我们还要再进行一些改进。目前这个代码的逻辑是初始化 TIM2 的通道1产生一个 PWM 波形，输出引脚是 PA0 哈，然后通过下面这个 setCompare1 的函数可以调节 CCR1 寄存器的值，从而控制 PWM 的占空比。但是目前 PWM 的频率是在初始化里写好了的，是固定的，运行的时候调节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在最后再加一个函数，用来便捷的调节 PWM 频率哈。如何调节 PWM 频率呢？通过公式我们知道 PWM 频率等于更新频率等于72兆除以 PSC 加1除 ARR 加1，所以 PSC 和 ARR 都可以调节频率，但是占空比等于 CRR 除以 ARR 加1，所以通过调节 ARR 调节频率，还同时会影响到占空比，而通过 PSC 调节频率不会影响占空比哈，显然比较方便。所以我们的计划是固定 ARR 为100减1，通过调节 PSC 来改变 PWM 频率。另外 ARR 为100减1 CCR 的数值直接就是占空比哈，用起来比较直观，所以可以看出这个 PWM 模块还是比较复杂的哈，频率和占空比都需要计算，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初始化好了，一个寄存器控制频率，另一个寄存器控制占空比，写入多少就是多少，没那么方便哈。当然实际使用也是有技巧的，一般我们可以根据分辨率的要求，先确定好 ARR， 比如分辨率 1% 就足够了，那 ARR 给100减1，这样 PSC 决定频率， CCR 决定占空比，这就好算了是吧？如果我们想要更高的分辨率，比如 0.1%， 那 ARR 就先固定1000减1，这样频率就是72兆除以预分频除1000，占空比就是 CCR 除1000，这样也好算哈。好，在这里目前 ARR 我们固定给100减1， PSC 初始化这里的哈就先不管，我们后面再写一个函数，在初始化之后单独修改 PSC void PWM set POSCALER uint 16T POSCALER， 在这里面我们就要调用库函数里单独写入 PSC 的函数了，在 TIM.h 里找一下，这里这个 TIM POSCALER config 就是单独写入 PSC 的函数，
因为这个函数还有一个重装模式的参数啊，所以它并不叫 setPostScaler， 而叫 PostScalerConfig， 这是这个库的命名规范哈，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是写入 PSC。我们复制这个函数，然后放到这里。参数第一个 tmx， 我们使用的是定时器2，所以给 tm2。第二个 PostScaler 就是要写入 PSC 的值，我们直接把外层函数的这个参数传进去。第三个 reloadMode 就是重装模式，我们转到定义看一下解释哈。这里的参数解释是指定定时器预分屏器的重装模式，这个参数可以是下面的其中一个值。第一个 update 预分屏器在更新事件重装，第二个 immediate 预分屏器立即重装。说白了就还是影子计算器预装载这个问题啊，就是你写入的值是立刻生效还是在更新事件生效。立刻生效可能会在值改变时产生切断波形的现象，比如你 PWM 一个周期刚过去一半，立刻生效了，那就立刻切断当前波形，开始新的一个周期。在频率变化时这里会出现一个不完整的周期。那在更新事件生效呢，就是会有个缓存器延迟参数的写入时间，等一个周期结束了，在更新事件时再统一改变参数，保证每个周期的完整那目前我们这个程序使用哪个参数呢？其实无所谓，我们要求不高，哪个都行这里就选择立刻生效吧，复制，然后放在第三个参数的位置。这样我们这个 setPostScaler 的函数就写好了。我们把它放到头文件声明一下这样这个模块就改造好了。通过 setPostScaler 改变频率，通过 setCompare1 改变通道1的占空比。编译一下，没问题然后回到 main.c 使用一下，先 pwm-init 初始化，再调用 pwm setPostScaler 参数给个720-1，计算频率的公式放到右边频率 FREQ 等于72兆除以 PSC 加1，再除 ARR 加1。目前 ARR 加1是100，所以目前频率经过计算是1000赫兹。然后调用 PWM setCompare1 参数给50，计算占空比的公式也放到右边占空比 duty 等于 CCR 除以 AR 加1， AR 加1是100，所以目前占空比是 50%。这样调用之后 PA 零口就能输出一个频率1000赫兹，占空比 50% 的待测信号了。编译一下，没问题下载看一下。当然现在直接看是看不出什么现象的如果你有示波器的话，可以先验证一下 PA0 的波形，看一下是不是符合要求。那接下来我们回到程序，开始写输入捕获的代码自己测自己，看一下 PA0 口的频率和占空比是多少。那还是先建一个模块，在这个 Hardware 文件夹右键，添加新文件，选择 C 文件，输入捕获名字就叫 IC， 存放路径加上反斜杠 Hardware add， 然后继续添加新文件，选择 H 文件叫 IC， 存放路径加上反斜杠 Hardware。接下来头文件的固定部分快速写一下。C 文件这里加一个 STM32 的头文件，这样就行了。然后在这里我们写一个初始化函数void IC init void， 在这里进行输入捕获的初始化。初始化的步骤呢，也是对照着 PPT 的这个基本结构来。目前我们需要配置电路连接成图示的这个样子所以步骤就是第一步 2cc 开启时钟，把 GPIO 和 TM 的时钟打开。第二步 GPIO 初始化，把 GPIO 配置成输入模式，
一般选择上拉输入或者浮空输入模式哈。第3步，配置实际单元，让 CNT 计数器在内部时钟的驱动下自真运行。这一步和之前的代码是一样的。第4步，配置输入捕获单元，包括滤波器啊、极性啊、直连通道还是交叉通道、分频器这些参数，用一个结构体就可以统一进行配置了哈。第5步，选择重模式的触发源，触发源选择为 TI-FP1 哈，这里调用一个库函数给一个参数就行了。第6步，选择触发之后执行的操作，执行 reset 操作，这里也是调用一个库函数就行了哈。最后，当这些电路都配置好之后，调用 TIM-CMD 函数开启定时器，这样所有的电路就能配合起来，按照我们的要求工作了。当我们需要读取最新一个周期的频率时，直接读取 CCR 计算器，然后按照 FC 除 n 计算一下就行了。这就是整个程序的思路。那思路清楚了，我们回到 Kill 来看一下库函数，打开 TIM-去的文件看一下。首先 TIM-SA-edit 这个根据以往的经验一看就知道，肯定就是用结构体配置输入捕获单元的函数。第一个参数选择哪个定时器，第二个参数就是包含各个配置的结构体。另外注意输入捕获和输出比较都有4个通道， OC-edit 4个通道，像这样每个通道单独占一个函数，而 IC-edit 呢，4个通道是共用一个函数的。在结构体里会额外有一个参数，可以用来选择具体是配置哪个通道，因为可能有交叉通道的配置哈，所以函数合在一起比较方便。然后继续，下面还有一个输入捕获的初组函数 TIM-PWMI-config， 这个函数和上一个函数类似哈，都是用于初始化输入捕获单元的，但是上一个函数只是单一的配置一个通道，而这个函数可以快速配置2个通道，把外设电路结构配置成我们 PPT 这里展示的 PWMI 模式。这个等会儿我们写第2个代码的时候会用到哈。然后往下看 TIM-IC-struct-edit 可以给输入捕获结构体赋一个初始值。然后继续往下看 TIM-select-input-trigger 选择输入触发源 TRGI， 这个函数就对应 PPT 的这里重模式的触发源选择，调用这个函数就能选择重模式的触发源了，比如我们本节要用的 TIE-FP1。然后继续看这个 TIM-select-output-trigger 选择输出触发源 TRGO， 这个应该好理解吧，它对应的就是 PPT 的这里选择主模式输出的触发源。然后继续 TIM-select-slave-mode 选择重模式。好，这下3兄弟就凑齐了，这个函数对应的就是 PPT 这里的重模式选择的部分，3个函数对应这3个需要选择的部分，使用还是比较简单明了的哈。然后继续往下看，这里 TIM-set-IC-1234-POSCALER 分别单独配置通道1234的分频器哈，这个参数结构体里也可以配置，是一样的效果。最后就是 TIM-get-captcha-1234 分别读取4个通道的 CCR， 这4个函数和上面的 set-compare-1234 是对应的，读写的都是 CCR 计算器。输出比较模式下 CCR 是只写的，要用 set-compare 写入，输入捕获模式下 CCR 是只读的，要用 get-captcha 读出，这就是这些函数。好，到这里函数介绍就完成了。现在思路有了，函数也有了，我们就来开始写程序。首先前面几步，开启时钟配置 GPIO配置实际单元我们之前已经写过很多次了哈，所以就直接到之前的代码复制一下。我们打开这个 pwm.c， 把这前面的3部分代码复制一下哈。之后回到 IC-edit 这里粘贴，这3行删掉哈。
那这些就也是我们本次代码的前3步：开启时钟，配置 GPIO， 配置时机单元。接着我们来一一修改一下。第一个开启时钟，这里开启的是 TIM2， 我们这个代码还需要 TIM2 输出 PWM 哈，所以输入捕获的定时器要换一个，我们就换到 TIM3。 TIM3 也是 APB1 的外设，所以函数还是 APB1 的这个。之后 GPIO 的时钟啊，这个就要查一下引脚定义表了。我们看一下引脚定义，在这里可以看到 TIM3 的通道1和通道2对应 PA6 和 PA7， 通道3和通道4对应 PB0 和 PB1， 所以引脚需要根据实际需求来哈。我们本次代码计划用 TIM3 的通道1引脚，所以引脚就是 PA6。 如果你选择其他通道或者其他定时器，那这个引脚就需要变了哈。回到代码，我们计划用 PA6 的通道1，所以开启 GPLA 的时钟没问题啊。然后 GPIO 初始化，我们要用 PA6 引脚，所以 GPL pin 0改成 pin 6。下面初始化 GPLA 没问题啊。之后是 GPIO 模式，这里需要 GPIO mode IPU 上拉输入，那这样 GPIO 配置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时机单元，选择内部时钟没问题，但是这里定时器要换成 TIM3 啊，别忘了。然后是时机单元的参数 ARR 自动重装值，根据上一小节的分析啊，我们最好要设置大一些，防止计数溢出。这里我们就给最大值65536减1，也就是16位的计数器可以满2层计数啊。之后是 PSC 预分频器，根据上一小节的分析啊，这个值决定了侧周法的标准频率 FC，72 兆除预分频就是计数器自增的频率，就是计数标准频率。这个呢需要根据你信号频率的分布范围来调整哈。我们暂时先给72减1，这样标准频率就是72兆除72等于1兆赫兹，比较方便计算哈。然后计数器还是采用向上计数的模式。下面时机单元初始化改成 TIM3， 把这些参数配置到 TIM3 的时机单元哈，这样时机单元就配置好了。那接下来按照流程，我们进入第4步，初始化输入捕获单元，到 TIM 点区里看一下。我们要用这个 TIM ICEdit 函数复制，然后放到这里。第一个参数给 TIM3， 第二个参数是结构体。我们跳转到函数的定义哈，在上面这里有结构体的类型名，复制，在这上面粘贴，起个变量名叫 TIM ICEdit structure， 复制一下，然后把结构体成员都引出来，最后把这个结构体的地址放到 ICEdit 函数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参数。第一个 TIM channel，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选择通道的那个参数哈。因为 ICEdit 函数只有一个，所以要靠结构体的这个参数来指定是配置哪个通道。转到定义看一下，这里选一下哈。我们 Ctrl+F 搜索一下这个参数列表，这里通道1、2、3、4 4个参数，需要配置哪个通道就选哪个参数。目前我们计划使用的是 TIM3 的通道1，所以选择 TIM channel 1复制，放到这里。接着继续看下一个 TIM IC filter， 这个参数用来选择输入捕获的滤波器哈，也就是 PPT 这里这个滤波器。如果你信号有毛刺和噪声哈，就可以增大滤波器参数，可以有效避免干扰。那在程序这里，我们转到定义，右边的解释是这个参数可以是 0x0 到 0xf 之间的一个数，数越大滤波效果越好。
每个数值对应的采样频率和采样次数啊，在参考手册里有，我们上小节讲过哈。那这里呢，我们就给点滤波吧，就给 0xf 放到这里。注意滤波器和分频器的区别哈，虽然它俩都是计次的东西，但是滤波器计次并不会改变信号的原有频率。一般滤波器的采样频率都会远高于信号频率，所以它只会滤除高频噪声，使信号更平滑。1000赫兹滤波之后仍然是1000赫兹，信号频率不会变化。而分频器就是对信号本身进行计次了，会改变频率。1000赫兹2分频之后就是500赫兹，4分频就是250赫兹，这个注意一下。然后继续下一个参数 TIMSA Polarity 极性，这个对应的就是图里的这个边沿检测极性选择的部分了。选择是上升沿触发还是下降沿触发，转到第一看一下。这里参数列表搜索看一下，这里有3个参数，第一个 Ration 上升沿触发，第二个 Falling 下降沿触发，第三个 Both Edge 上升沿下降沿都触发。这里我们需要上升沿触发哈，所以复制第一个放到这里。接着继续 TIMSA Proscaler 分频器，这个参数配置的是我们结构体的这个哈触发信号分频器，不分频就是每次触发都有效，2分频就是每隔一次有效一次，以此类推哈。那我们转到第一看一下，这里搜索一下参数列表，可以看到有这些参数啊 ，DIV1 就是不分频 ，DIV2 2分频，之后4分频、8分频。这个分频值并不能任意指定哈，只能选择这4种。那我们目前需要每次触发都有效，所以选择 DIV1 不分频，复制放到这里。接着最后一个参数 TIMSA Selection， 选择触发信号从哪个引脚输入。看一下 PPT 啊，显然这个参数是配置这个数据选择器的，可以选择直连通道或者是交叉通道。我们看一下，转到定义，然后右边搜索一下参数列表，下面这里可以看到 Direct TI 就是直连通道的输入， Indirect TI 就是交叉通道的输入，当然还有个 TRC 引脚哈，这个我们暂时不用。那对于这个代码来说，我们需要选择直连通道，所以复制第一个参数放到这里。好，到这里我们输入捕获的通道就配置完了。对应这个图来看，是不是每一部分都对应一个结构体参数哈？不多不少，参数配置完了，这个通道的电路就连接好了。然后我们继续按照流程来，把主从模式的这2个东西配置好。第5步，配置 TRGI 的触发源为 TIEFP1。那回到代码，找一下函数啊。触发源选择要用这个 TIMSelect Input Trigger 复制，放在这下面。第一个参数给 TM3， 第二个参数就是要选择哪个触发源。转到定义看一下，可以看到这里给出了8个可选的触发源，这8个触发源就对应我们 PPT 的这里啊。具体的解释可以看看手册。那我们要选的很显然是这个 TMTS TIEFP1， 复制啊，放到这第2个参数的位置，这样触发源就选择好了。之后继续第6步，配置从模式为 Reset， 找一下函数啊，使用这个 TIMSelect Slave Mode 选择从模式，复制放在这里。参数还是类似的，第一个给 TM3， 第二个看一下定义。这里给出了这4种从模式，就对应 PPT 这里的下面4个从模式。上面这3个 encoder 从模式是给编码器接口用的哈，还会另外有函数进行配置，所以这个函数的参数就没有给出。那在这里我们需要选择 reset 这个参数，
复制，放到这里，这样从模式就配置好了。接下来最后一步，我们就要用 tmcmd 参数给 tm3 enable 启动定时器，这样整个电路的配置就完成了。当我们启动定时器之后， CNT 就会在内部时钟的驱动下不断自增，即使信号没有过来它也会不断自增。不过这也没关系，因为有信号来的时候，它就会在重模式的作用下自动清零，并不会影响测量。好，那初始化之后，整个电路就能全自动测量了。当我们想要查看频率时，需要读取 CCR 进计算，所以我们在下面再写个函数 uint 32-t sa get freq void， 在里面我们需要执行 PPT 这里的公式 fx 等于 fc 除 n。fc 呢，之前说过等于72兆除 PSC 加1，目前 PSC 是72减1，所以 fc 等于1兆赫兹，所以下面这里直接 return 1000000，这是1兆，然后除以 n 就是读取 CCR 的值。我们到 tm 点去找一下函数需要用这个 tm get captcha 1复制，放到这里，参数给 tm3， 这样就行了。目前我们这个函数返回的是最新一个周期的频率值单位是赫兹。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先把这两个函数放到头文件声明一下，编译看一下，没问题然后回到 main 点 C 开始写代码，先 include 一下 sa 点去，在这里调用 sa edit 初始化整个电路，接着直接调用 sa get freq 显示频率就行了。那我们先把固定的字符串显示一下oid 修 string 一行一列显示字符串 freq 冒号00000赫兹，然后这里 PWM 模块已经将带色信号输出到 PA0 了， PA0 又通过导线输入到 PA6， PA6 是 TM3 的通道1，通道1通过输入捕获模块测量得到频率，然后在主循环里我们不断刷新显示频率 OLD 修 number 一行6列显示 sa get freq 长度为5这样就行了。我们测试一下，编译没问题下载看一下，可以看到目前测量得到的频率是1001，但是我们输出的是1000赫兹多了一点点。按理说自己输出自己测应该不会有误差但是这确实很稳定的多了一点据我个人推测可能是计数刚到1000赫兹的那个数时，信号也刚好跳变，因为电路结构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导致这一个数刚好没记到，才会有一点误差不过这个也属于正负1误差的范畴，目前这个误差也是符合要求的，但是总是差那么一点，逼死强迫症所以我决定还是在程序上给它补回来。那么回到程序，在这里加个括号，给计测值加1，给它补一个数这样再试一下，下载看一下，现在测量1000赫兹没有问题凑个整现在就舒服多了好，到这里第一个程序就完成了。有关这个测频率的性能评估参数调节什么的，我们等会儿下一个代码再来研究那第一个程序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来继续写下一个代码。回到工程文件夹，复制一下刚才这个工程我们在这个工程基础上修改，改个名字叫 6-7 PWMI 模式测频率占空比。打开工程，这个代码
我们就按照 PPT 这第二个结构图来进行配置。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开启时钟、GPIO 和实际单元都不需要更改。然后这里输入捕获初始化的部分需要进行一下升级，配置成2个通道同时捕获同一个音角的模式。怎么配置呢？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把这个通道初始化的部分复制一份，这个结构体定义的不要复制了哈。然后呢，通道1是直连输入，上升演出发，这个还沿用这个配置。接着下面通道1改成通道2，直连输入改成这个交叉输入，上升演出发改成下降演出发。这样看一下是不是就对应我们 PPT 的这个结构了？通道1直连输入，上升演出发，通道2交叉输入，下降演出发，这样就完事了。回到代码哈，这样配置是可行的，没问题。但是呢 ST 公司怕我们觉得麻烦，还专门给我们分装了一个函数来快捷的完成这个配置。到 tim.h 里看一下，这个函数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tim.pwmi config， 我们复制一下，然后在这里下面这一大段都不需要了，直接调用 pwmi config。 第一个参数 tm3， 第二个参数取地址，把结构体变量放过来，这样就行了。目前演示的这个代码就和刚才那个代码的效果是一样的哈。使用这个函数，你只需要传入一个通道的参数就行了，在函数里会自动把剩下的一个通道初始化成相反的配置。比如我这里传入通道1直连上升演，那函数里面就会顺带配置通道2交叉下降演。如果传入通道2直连上升演呢，函数就会顺带配置通道1交叉下降演。这就是这个函数的操作，可以快捷的把电路配置成 PWMI 模式的标准结构。那我是咋知道的呢？转到定义，分析一下源码就知道了。这里可以看到它会进行判断哈，如果我传入的是 reason， 则对象就是 falling， 否则我传入 falling， 对象就是 reason。 然后如果我选择的是直连，对象就是交叉，否则我选择交叉，对象就是直连。最后如果我选择配置通道1，则结构体参数配置到 ti1， 对象参数配置到 ti2。 如果我选择配置通道2，则结构体参数配置到 ti2， 对象参数配置到 ti1。 总之就是一堆 if 进行判断，以传入任意一个通道的参数都会顺带把另一个通道配置成相反的参数。这就是这个函数的操作逻辑哈。当然这里也可以看出，这个函数只支持通道1和通道2的配置，不要传入通道3和通道4哈。那返回到这里，执行完这个函数，我们的 PWMI 电路就配置好了。接着组成模式啊、启动定时器，这些都不需要更改。最后获取频率的函数不用改。我们再写一个获取占空比的函数 uint32-t sa get duty void。 根据上一小节的分析啊，高电频的计数值存在 CCR2 里，整个周期的计数值存在 CCR1 里，我们用 CCR2 除 CCR1 就能得到占空比了。所以这里直接 return tim get captcha 2 tim3 除以 tim get captcha 1 tim3， 这样就得到占空比。显然这个数的范围是0到1啊，我们要显示整数的话，可以在这里给它乘个100，扩大100倍，这样返回值的范围就是0到100，对应占空比 0% 到 100%。 另外还是那个问题啊，经过实测，这个 CCR 总会少一个数，所以我们给它各加一个数补回来哈，看着舒服些。好，我们来测试一下，把这个函数放到头文件声明一下，编译
没问题。然后妹点 C 这里，先显示一下固定的字符串，复制一下2行1列，显示 DOTY 冒号00%。之后 show number 也复制一下，2行6列，显示 IC get duty 长度为2，这样程序就完成了。我们测试一下，编译，没问题啊。下载，看一下，目前测量结果频率1000赫兹，占空比 50%， 没问题啊。我们修改一下看看，比如预分频改成7200，频率就是100赫兹 ，CCR 改成80，占空比就是 80%。再试一下，下载看看，也没问题哈。大家可以自行更改参数尝试一下。那到这里，我们第2个代码就也写完了。最后，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测频率的性能哈。首先是测频率的范围，目前我们给的标准频率是1兆赫兹，计数器最大只能记到6535，所以所测量的最低频率是1兆除6535，这个值算一下大概是15赫兹。如果信号频率再低，计数器就要溢出了，所以最低频率就是15赫兹左右。那如果想再降低一些最低频率的限制呢，我们可以把这个预分频再加大点，这样标准频率就更低，所支持测量的最低频率也就更低。这是测量频率的下限，然后是测量频率的上限，就是支持的最大频率。这个最大频率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因为随着待测频率的增大，误差也会逐渐增大。如果非要找一个频率上限，那应该就是标准频率1兆赫兹，超过1兆赫兹，信号频率比标准频率还高，那肯定测不了了。但是这个1兆赫兹的上限并没有意义因为信号频率接近1兆赫兹时，误差已经非常大了，所以最大频率要看你对误差的要求。上一小节我们说到了正负1误差，记100个数误差1个，相对误差就是 1%， 记1000个数误差1个，相对误差就是1/1000，所以正负1误差可以认为是1除计数值。在这里，如果你要求误差等于1/1000时，频率为上限，那这个上限就是1兆除1000等于1000赫兹。如果要求误差可以到 1%， 那频率上限就是1兆除100等于10,000赫兹，这就是频率的上限。如果想提高频率的上限，那我们在这里就要把 PSC 给降低一些，提高标准频率，上限就会提高。除此之外，如果频率还要更高呢，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测频法了。测频法适合高频，测周法适合低频。我们这里是测周法，所以对于非常高的频率，还是交给测频法来解决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误差分析。除了我们之前说的正负1误差外，在实际测量的时候还会有经振误差。比如我们 STM32 的经振不是那么准，在计次几百几万次之后，误差积累起来也会造成一些影响。当然目前我们这个现象是自己测量自己，不存在经振误差，所以数值还是非常稳定的。如果你要测量别的信号，那数值可能就会有些抖动了后期可以再做一些滤波处理。好，那这些就是对这个输补或测频率的性能评估其他更深入的内容就需要大家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总结了。那本小节输入捕获的代码部分我们就写完了，我们下节再见。